像您在这个周围的朋友中，有的人会选择帮助他，然后呢帮他解决问题。您是怎么确认对方是一个值得帮助和付出的人呢？我觉得看准人真的很重要啊！你要多点观察对方的言行，训练自己，识人的第六感，对不对？你把观察到的细节复盘回想之后，你睡前回想，对不对？做的预判其实就是第六感。不要进入演艺圈啊！长得那么漂亮，你会被污染的。很多不能说，也是希望100年以后很多事情人家不要猜。我能不能这本书一完了之后，我再跟默默再把我一些真正的不为人知的事情，连名带姓的写出来，封箱，交给一个律师行，封掉以后，或者是100年后、150年后，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问题。你们如果听见一些名字，或者是我讲的一些事情，你们会吓一跳，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过世了。他们都不会放过他们喜欢的这个女孩子的，让他们演这些重要角色的女演员的，这是肯定的。那肯定就是希望，就比如说跟他们上床呀、睡觉呗，这还能干嘛呀？你只要去跟这个导演睡了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很好的机会。你可能有了这个机会，你就有可能能一下往上再迈一大步，或者说是就到1线演员的位置。我相信像你这么漂亮的女生，也有人向你伸出潜规则的魔爪。有过，一开始也会觉得挺恐怖的，因为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比如说接到电话呀，或者说是发的短信啊这种。凭我自己的努力，然后争取到了一个角色，马上要进剧组试妆要演了，然后通知你说你已经被换掉了，你知道说这个是老板的女朋友。圈我不做任何评价，那个入行需谨慎。他叫我去探班，有机票去探班玩的。喝酒了以后，我住一个房间，他有一个房间是我自己住的，我锁了门，他不知怎么拿了钥匙。예쁜 제 자신이 되게 싫었을 때가 되게 많았어요. 萌萌每天站着快哭出来了，但她哭也美，不哭也美，站着也美，委屈也美。 너는 예쁜 여자로 태어났으니까 아무것도 몰라도 되고 그냥 사람들 사이에 앉아서 사람들 기분이나 맞춰주고. 对，被潜规则过吗？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？是大姨还是大姐还是什么人还是大叔啊？什么样的都有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他会说，我这个男生你看到吗？帅，他不是专科毕业的，只要是我去他都能上，他不能演男一男二，但都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懂这个圈子的规则。对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啊，口气像老爷们儿的口气，重口味，还好这口。有的公司就是会直接一股脑签100个小男孩，太可怕了。撒网捞鱼。他只要上了一个，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周正南。这100个就不白签，剩下的99个就慢慢耗到你跟我解约，最后赚的就是你解约的钱。他说，公司永远不会给你发唱片，因为我们是唱歌比赛最早。就是很对，他说永远不会给你发唱片，你永远不会红，你永远不会红，直接跟你们这么说。哎呦我的天，这话够重的。他觉得我的性格，包括我的表达，都不是一个可能比较成熟的艺人的那种状态。你听到这个话什么感觉？我一开始很难受，但是我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就想说，我会让你看到我能变好，我能变好。照片在那摆着，然后其中的一个副导演，还有另外一个组的副导演，就他们就汇合在这儿，就看这些照片。哎，这妞不错。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受辱。我在想，如果你拿的是我的照片，我现在过去会给你一巴掌。你是来做什么的？你是副导演，你是来学演员的。有多少人是在你们手上毁掉的？他们会觉得，有可能我们没有跟你怎么样，或者是没有对你有什么好处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个照片可能就不会再递上去了。你对我们是公平的吗？不是公平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不公平好可怕呀。于朦胧坠楼这事儿过去这么久，
越扒越让人后背发凉。之前只觉得惋惜，现在才发现水比想象中深。连向太这种敢说敢评的圈内大姐大直播，被网友追问于朦胧真相时，都只能沉默叹气，憋出一句这个讲不了。再看内娱，从艺人到媒体集体哑巴，反观港台的陶晶莹、陈晓东倒是敢站出来说话。再想想02年刘嘉玲事件里港娱近500亿人硬刚资本的架势，现在的内娱简直懦弱到辣眼睛。向太直播爆冷，被追问于朦胧真相，沉默半分钟，叹气讲不了网友，连他都怕的资本到底是谁？先说说最近炸锅的向太直播名场面。前几天向太在某平台直播带货，本来直播间里都是姐姐好飒买他的弹幕，结果不知道是谁先刷了一句向太，能说说于朦胧的事吗？紧接着满屏都是类似的提问，求向太讲讲于朦胧真相，您人脉广，知道他是不是被欺负了，潜规则的事儿是真的吗？本来还笑着介绍产品的向太，看到弹幕瞬间脸色变了，手里的样品都停在半空，沉默了足足半分钟。期间助理想插话转移话题，被他用眼神制止了。最后他对着镜头轻轻叹了口气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关于他的事，这个讲不了，大家别问了。说完就赶紧让助理切了产品链接，后面不管弹幕怎么刷，再也没提过半句于朦胧。这段直播片段被网友截下来传到网上，瞬间冲上热搜，结果没半小时就被压下去了。评论区直接炸了，卧槽！连向太都不敢说，这背后的资本到底有多牛？他平时连明星八卦都敢吐槽，怎么到于朦胧这儿就讲不了了？肯定有猫腻。还有人扒出之前向太聊圈内黑料时的截图，说他之前说圈里事只要不碰红线我都敢说，现在这是碰红线了。更离谱的是，有网友发现当天在向太直播间刷于朦胧相关提问的账号，好多都被限制评论了，甚至有几个小博主直接被禁言。有粉丝吐槽，这是怕有人追问到底吗？连提问都不让，还谈什么真相？这波操作直接把于朦胧坠楼有黑幕的猜测推到了高潮，连向太都不敢碰的话题，到底藏着多少不能说的秘密？知情人报于朦胧坠楼前据潜规则，曾被资本大佬威胁断资源出事前发消息，有人盯着我，细节太窒息。随着向太的讲不了，越来越多知情人开始爆料，把于朦胧坠楼和潜规则绑在了一起，每个细节都让人窒息。有个自称跟过于朦胧剧组的匿名网友，在某论坛发长文，说于朦胧坠楼前半年曾拒绝过某资本大佬的特殊要求。据这位知情人说，去年于朦胧接了一部大制作古装剧，本来都定了他当男主，结果开机前，投资方的一位王总找他私下吃饭，饭桌上直接明说，想保住男主位就得懂事，以后跟着我，资源少不了你的。当时于朦胧直接愣住了，过了几秒说，王总，我想靠作品说话，不想走这种捷径。这话一出口，王总脸色当场就沉了，放下筷子说，年轻人别给脸不要脸，圈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之后没过多久，这部古装剧就官宣换了男主，理由是档期不合，但知情人报，根本就是王总施压，把于朦胧换掉了。而且不止这部剧，于朦胧当时谈好的2个代言也突然黄了，工作室去问，品牌方只说上面有指示，不能用它。更过分的是，有次于朦胧去参加一个行业酒会，王总当着好多人的面故意刁难他，说有些人啊，没背景还敢装清高，迟早要栽跟头。于朦胧当时攥着拳头没说话，脸色白得吓人。最让人揪心的是，知情人还爆了于朦胧出事前的一个细节，坠楼前3天，他给经纪人发了条微信，内容是最近总感觉有人盯着我，出门都不踏实，你帮我留意下，别告诉别人。当时经纪人以为他是压力大，还劝他别想太多，好好休息，结果没几天就传来了他坠楼的消息。现在再看这条消息，网友纷纷猜测，他说的有人盯着，是不是王总的人？他是不是因为拒绝潜规则被人盯上了？还有人扒出于朦胧生前的一段采访，当时记者问他圈里有没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规则，他犹豫了一下说肯定有，
但我不想妥协。我爸妈从小就教我，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就算资源少点，也不能丢了底线。这段采访现在被翻出来，评论区全是心疼。原来他早就说过不想妥协，难怪会被资本针对。他要是当初懂事点，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？这话看得人心里堵得慌。难道在娱乐圈坚守底线反而成了原罪？内娱集体装死太讽刺，艺人媒体全静音，粉丝催发声被无视，工作室装聋作哑，这是怕丢资源还是怕被报复？这边于朦胧的疑云越来越重，那边内娱的集体沉默简直让人气笑。平时一个个在社交平台活跃得很，今天点评这个热搜，明天转发那个公益，到了于朦胧这儿全成了哑巴。先说说内娱的艺人们，尤其是那些跟于朦胧合作过的，平时称兄道弟的，没一个站出来说句话。比如之前跟于朦胧一起拍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某男星，平时逢年过节还会给于朦胧送祝福。现在于朦胧出了事，他的社交平台除了广告就是日常，连一句一路走好都没有。粉丝在他评论区催，哥，你跟于朦胧关系那么好，就不能说句公道话吗？结果评论直接被删，粉丝还被禁言了。还有几个平时已敢说正义人设出圈的艺人，之前遇到小八卦还会出来点评几句，现在面对于朦胧的事全躲得远远的。有个女艺人的工作室甚至发了近期不回应任何无关话题的声明，网友吐槽，什么叫无关话题？一条人命叫无关？你怕不是怕自己也被资本搞吧？不光艺人装死，内娱的媒体更是离谱。除了一开始发了于朦胧坠楼的通稿，之后关于潜规则资本威胁的爆料，没一个媒体敢跟进报道。有个小媒体试着发了篇于朦胧坠楼疑点分析，结果不到1小时就被下架，账号还被警告违规发布不实信息。网友无奈，什么叫不实信息？你们连查都没查就说不实，这是替资本捂嘴巴。更讽刺的是，之前某平台发起了井号于朦胧事件求真相井号的话题，一开始还有不少网友参与，结果热度刚起来就被压得查无此话题。有粉丝截到话题被压的截图，显示该话题因相关规定暂不展示，评论区炸了。什么规定？规定不能求真相吗？内娱这是要把所有声音都堵死。看着内娱这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，真的让人想问，你们到底是怕丢资源，还是怕被下一个于朦胧？港台艺人敢发声，陶晶莹怒对真相不该埋黑暗，陈晓东直播提他该有公道，这才是艺人该有的样子。就在内娱集体装死的时候，港台艺人倒是敢站出来说话，虽然人不多，但这份勇气已经甩内娱10条街。首先是陶晶莹，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长文，虽然没直接提于朦胧的名字，但字里行间全是指向，有些黑暗不该笼罩在阳光下，有些真相不该被沉默埋掉，一个努力的人不该就这样不明不白，希望有人能站出来，别让善良的人寒心。这条动态发出来后，很快就有网友认出来，他之前跟于朦胧一起参加过综艺，私下关系还不错。有粉丝留言，谢谢陶姐敢说，内娱的艺人看看，这才是该有的态度。陶晶莹还回复了这条留言，说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然后是陈晓东，他最近在直播时，有粉丝问您怎么看于朦胧的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，我跟他合作过一次，他是个很认真的演员，对人也客气，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，我希望能有公道，别让他白受委屈。说完还叹了口气，说圈里有时候很复杂，但不能因为复杂就放弃真相。这段直播片段被传到网上，网友纷纷点赞，陈晓东敢说，比内娱那些装死的强多了。还有港台的几个媒体，比如某娱乐周刊，直接发了于朦胧坠楼疑点调查的文章，提到了潜规则资本施压等猜测，虽然没有实锤，但至少敢把这些疑问摆出来。对比内娱媒体的装聋作哑，港台这边的态度真的让人感慨，同样是娱乐圈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？更有意思的是，有网友发现，陶晶莹和陈晓东发声后，他们的内地社交账号虽然没被禁言，但流量明显降了，
之前发动态点赞能有几万，现在只有几千，评论区还多了不少别多管闲事的恶意评论。有粉丝心疼，这就是敢说话的代价吗？连流量都要被压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们也没删掉之前的发声内容，这份坚持比内娱那些流量至上的艺人强太多。回溯02年刘嘉玲事件，梅艳芳、成龙带头，近500亿人硬刚资本，港娱当年的团结，内娱现在连提都不敢提。看到现在内娱的懦弱，忍不住让人想起2002年的刘嘉玲事件。当年刘嘉玲被绑架，不雅照被曝光，港娱没有集体沉默，反而拧成一股绳硬刚资本，那才是娱乐圈该有的样子。当年事件发生后，首先站出来的是梅艳芳，她直接召开记者会，说刘嘉玲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能让她一个人面对黑暗，还呼吁所有艺人站出来保护刘嘉玲，抗议媒体恶意传播不雅照。成龙也带头发声，在公开活动上说，谁敢欺负刘嘉玲，就是跟我们整个港娱作对，还组织了几十位艺人一起去警局，要求彻查绑架事件。更让人热血的是，当时近500位港台艺人联合签名，发布了保护艺人权益、抵制恶意炒作的声明，甚至有艺人自发组织游行，举着还刘嘉玲公道的牌子，跟传播不雅照的媒体硬刚。那时候的港娱，不管是大牌明星还是小演员，都没怕过资本和媒体的威胁，只想着不能让朋友受委屈，不能让真相被掩盖。对比现在的内娱，真的太讽刺了。02年港娱敢硬刚资本保护同伴，现在内娱连为于朦胧说句公道话都怕。02年港娱近500亿人联合发声，现在内娱连个敢转发话题的都没有。02年港娱敢跟恶意媒体对抗，现在内娱连报道疑点都怕被下架。有网友吐槽，港娱当年是团结就是力量，内娱现在是沉默就是资源，这差距真的太扎心了。还有人翻出当年梅艳芳的采访，她说圈里人就该互相帮衬，不然哪天轮到自己也没人帮你。现在再看这句话，真的让人唏嘘。内娱的艺人怕是忘了这句话吧？现在装死，等哪天自己被资本搞了，也别指望有人帮你。网友怒了，自发搜集证据被删帖，热搜被压仍不放弃，喊话内娱别让于朦胧的真相埋在黑暗里。虽然内娱集体装死，但网友和粉丝没放弃。于朦胧的粉丝自发组织了寻找真相小组，在网上搜集各种线索，比如于朦胧出事前的行程、跟资本大佬的交集、被换掉的资源信息，甚至有人去扒当年那部古装剧的投资方背景，结果刚整理好发到网上，没几分钟就被删帖了。有粉丝说，我发了3次，每次都被秒删，最后账号还被警告涉嫌传播敏感信息，这明显是有人在故意压下去。还有网友发现，关于于朦胧潜规则的话题，每次热度刚上来，就会有大量水军发别造谣了，警方都排除刑案了的评论，试图把话题压下去。但即便这样，还是有很多网友在坚持，比如在微博、豆瓣、小红书等平台，用谐音梗暗号讨论疑点，就怕真相被彻底埋掉。有个网友的评论被顶上热评，我们不是非要搞阴谋论，只是想知道于朦胧到底为什么坠楼，他说的有人盯着是谁，他拒绝的潜规则到底是什么。内娱可以装死，但我们不能，因为这是一条人命，不该被沉默掩盖。这条评论点赞破10万，下面全是支持一起等真相的留言，看得人心里又酸又暖，至少还有网友没忘记于朦胧，没放弃寻找真相。还有网友喊话内娱艺人别再装死了，你们现在沉默，是在默许资本的嚣张，是在让更多像于朦胧这样的演员受委屈。02年港娱的团结不该只活在回忆里，你们也该醒醒了。虽然这些喊话可能没多少艺人会看到，甚至会被压下去，但至少让大家知道，还有人在为于朦胧争取公道，还有人没忘记娱乐圈该有正义。于朦胧的真相不该被沉默掩盖，内娱的团结不该只活在过去。家人们，看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又气又心疼？于朦胧坠楼，疑牵潜规则黑幕，向太不敢说，内娱集体装死，只有港台艺人敢发声。对比02年港娱的团结，
现在的内娱真的太让人失望了。于朦胧不该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，他拒绝潜规则的坚守不该被嘲笑，他出事前的有人盯着我不该被忽视，他的粉丝和网友寻找真相的努力不该被打压。内娱的艺人也该醒醒了，别再为了资源装死，别再怕资本威胁。想想02年港娱的团结，想想梅艳芳说的互相帮衬，不然哪天轮到自己，真的没人会帮你。最后想跟于朦胧说，你的坚持我们记得，你的疑点我们没忘，就算内娱沉默，还有我们在为你寻找真相。也想跟所有还在坚持的网友说，别放弃，真相可能会迟到，但不该被永远掩盖。更想跟内娱说，沉默换不来资源，只会换来更多的黑暗，学学当年的港娱，硬气一点，为同伴说句话，为真相拼一次。但是有些犯罪可能和他的一些长相啊，或者跟他的生理一些条件都会有关。卦象，卦象。哎，那您给我们讲讲什么象？反正我觉得这个色眯眯就卦象，贼也卦象，这个暴力犯也卦象。就是你比如简单说吧，就是很早就有人研究人类的这个体格类型哈，就是说他就讲筋骨型，还有瘦型的，还有圆形的。这个瘦型的他就容易比较敏感、多疑，然后呢幻想。你这样的瘦型的，我还减肥呢。幻想就是所以像美国有一个案子叫什么变态杰克什么？对，瘦型，哎，对，他就是瘦型的。然后还有一种是筋骨型的，这基本就是暴力型的。筋骨型是？筋骨型就是身体很壮的。一看就是属于那种有胳膊有肉的那种啊。那么这种筋骨，哎，一般的他们要是性犯罪，基本全是暴力型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杀人比较多，就是打人暴躁的。然后像那种圆胖浑身都是蟹肉的，一般骗人比较多，什么就伪造啊什么的，他懒惰吧，可以向这个方向发展。不是这个，我这个不够啊，不够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你看他脸也是这样，如果这个人吧，就脸棱角特别清楚，有棱有角的，这基本都是力量型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如果都是狠或者就是暴力，然后这个脸圆圆的，他都是表面特随和，挺憨着看着，哎，他就不是那种硬来的。然后要是那种尖嘴猴腮的，就是瘦型的，这人一看特瘦的，一般做贼多。为什么呢？贼吧，他不敢正面冲突，他正面冲突他被揍他打不过，他只好偷偷的来，趁你不在意。而且瘦的人他贴近你的时候，你余光不容易看到。所以瘦型的人体量小。对，我记得100年前有一个学者叫隆布罗梭，他有一本书叫《犯罪人论》。他是那个军医，然后呢，当时就是在监狱当中给犯人治病。其中就有死刑犯呢，他来验身，后来他就跟那个行刑官讲，这些人我能不能做那个，就是他特别想研究人体，那时候不让研究解剖嘛，人是圣物嘛，不能解剖嘛，然后这些人家人都不要了，你能不能给我？后来行刑官说你私下做完研究，我们就给埋了，他就解剖了很多人，他写了一本书就叫《犯罪人论》。其中讲到犯罪人的包括什么6尺啊，什么这个长的脸型啊，所以那天他们后来就说到监狱去看那些人，就是尤其搞监管的，基本就发现到监狱里找不着特别帅的、特别端正的很少啊，端正的一般都是经济犯或者职务犯，哎，然后他后来到欧洲，结果去监狱看也这样。就是外边觉得欧洲人长得都挺帅的，怎么到监狱一看都这么丑？就是他们往往在遗传上是有一些缺陷。现在有些女孩就爱泡夜店，不，我认为你觉得她这也是正常的呀？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应该是属于被迫的，就是你想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吧，她很年轻到大城市来，她特别想立足在这儿，立足在这儿，她找一小公司，可能她所有的命运都由老板决定，于是老板要给她安排，她是不能不去的。这也是一种。还有就是朋友，就同事安排，你不去，那你格格不入，你根本混不下去。你没有朋友资源，你怎么在这城市待下去啊？所以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实际上是这样，她迫不得已呢，她也明白，但是到那时候她抗不住。因为有时候灌起酒来，你们就像马爷这样有底力的，那绝对是明白的。就是咱们喝热了，心里还知道这差不多了，咱不能再接了，对吧？但是有些孩子他就没办法，他想不喝，老板就往这灌啊。我觉得激进于犯罪，据我所了解的，他们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模式，今天晚上就是把他灌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目的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女孩她实际上就是说她很孤独在这个地方，因此当然有一个人可能对她好的时候，她也很信任，那么这时候可能让她喝，她不一定喝那么大量，她就完全就失去了。我现在有数字为证，可以证明我原来说的一个事儿啊，
他们都觉得我是这个太荒唐了，这个想，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挺焦虑啊，我有时候会为女孩有点被迫害妄想。我原来一直有一个观点，我说这个任何一个女性啊都是勇者，太勇敢了，他们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了，他们就觉得我想的很可笑。我说你看啊，一个女孩她跟一个男孩谈恋爱，两个人就可以去旅行，甚至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，对吧？我说，但是他有没有想到那是个体力远远超过他的一个男人，对吧？我说，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如果说，我们比如说反过来，像我这种多疑型，我像您一样极其强烈不安全感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找这女的是一个随时一举手就可以治我命的这么一人，我天天跟她住在一起，或者我跟她就俩人就出去蜜月旅行，哪怕当时我们非常相爱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我这人有点会阴呢？我都觉得有点。那是你的问题，社会没这问题。就是说，这人会变呢。旅途当中，就是说他会暴露出他另一面呢。吭叽一下就弄死我了。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这个。你看我没原来有一句话就是说，我只管你现在和未来，我不管你的过去。就是其中有一个电影演的这个男女的关系啊，我后来就讲，我说。她这种女性真的是无知无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职业杀手可以今天晚上跟你睡觉，第二天早上走之前就把你干掉了。她绝对不能留下一活口。所以有很多女的就是看这个电影觉得很浪漫啊，我只管你的未来，不管你的过去，那你保不起。但是她碰上职业杀手的机会是很少的。对，但是你要碰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就很可怕。这是极端，但我觉得女的有一种就是弱者的武器，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武器，就是她会把这些暴行自我合理化。你比如说，她跟这男他可能喝醉了发生关系，她第二天起来觉得非常恶心、非常后悔、非常难看，但她就会自我合理化，她说啊，那我可能还是喜欢他的，或者是就是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比这一次糟糕的性更长久的关系，然后就发展成更长期的、更持久的糟糕的关系，并且被男生拿这个为把柄要挟，就被职业杀手杀掉，我觉得是极端的。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这种被施暴之后，她自我合理化这种关系，她觉得啊，可能我是喜欢他的，并且把它变成长期关系，这种在我身边特别普遍，而且我觉得特别糟糕。所以你看，我有数字为证，马岩，您看看这个啊，就是联合国数据，2017年全球大约8.7万名女性被杀，你看啊，超过一半的女性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，60%多应该是，就超过一半。也就是说杀你的不一定是职业杀手，就是跟你好的人。这玩意儿想起来不寒而栗啊。他这里被亲密伴侣所杀，是因为他的矛盾是最容易集中嘛，夫妻之间是最容易集中社会矛盾的。夫妻，你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，我不认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，大量的是因为社会条件结婚。你到上海那公园里去看，拿那条子的全是条件，那没有说，我说我这有一女儿嫁不出去了，你那儿有一个儿子娶不着媳妇，咱俩拿一条件，说条件是什么？爱情有这个吗？那肯定是房子什么各种工资，全是这种事儿，大量的是条件，甚至是无奈。就是关于这个杀人案件啊，过去古代就有一句话叫“10见人命9见奸”。也就是说，很多都和那个就是男女之间就是一些情有关。这就是说他熟人之间发生案件。我最早他这刚我看这数据合起来还不到60%，最早我看加拿大有一个数据就66%。那么我们基本也在60%上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杀人案件当中熟人比较多。当然，他这个不一定都是性的关系，比如说合伙做生意，因为我认识你，我想把你钱眯了，也是熟人杀人。所以熟人杀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当中，就是其中就是男女之间有性关系的，它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。所以最早的真正就是家庭暴力要不要干预哈？最早真正涉及的不是一个家庭，就是男女的那个性伴侣。性伴侣当时英国的一个女孩，她想摆脱这个男的，这男的死缠烂打，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报警，她妈妈也干预，都没制止住，最后把这女的给杀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，就是家庭当中这种暴力，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说零容忍，就是因为它是一而再再而三，而且得寸进尺。但是有很多女性，她就觉得我一旦已经跟你结婚了，尤其是有孩子了，
很多女性还是顾及孩子的，她就觉得这个如果要离的话，孩子怎么办？而且她有些这种女性往往自己还没有太多的经济实力，所以她只能靠这个男人。而这种男人呢，他就打惯了以后吧，他就老打。我去这个咱们西北的，就是说错了，应该是西南，就是山区那些地方，贫困地方，他们这家庭暴力就特别严重。所以妇联每次一见到我就说，哎呀，说李老师怎么办？但是这种女的真有被打死的。哎呦，真是像印度就有一个粉红帮，因为印度他们那个家暴很严重嘛，然后所以印度的一些女的，她们就成立叫粉红帮，就是一人拿一个粉红色的棍子，就是照着这个男的就打。对，当然这是以暴制暴啊，不提倡。但是你确实看到没有办法，而且我觉得刚才李老师说的挺重要，就是我觉得家暴的这种环境，尤其在可能中小城市或者是乡村，它周围的环境都是什么劝和不劝分，就说哎呀你就忍忍吧，你就再凑合过，他找不到一个支援他离开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源，所以就一直这样。你知道最近我的就是同龄的有些人就是到了什么呢？小孩要到外国留学，哎呦，这个就是担心，就女儿啊，就是说啊，要从租房子就开始，说西方那也不安全呐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事情。您当年咱们做节目这个事情2年前刚案发的时候，我记得您就讲过张莹莹。这个就前一阵这不是美国那个伊利诺斯州吧？法院判了，陪审团首先裁定罪成，他的辩护律师都认罪了，就是说他好像是认他杀了这个张莹莹，但是呢，就是不肯说这个尸体藏在什么地方。但是咱不说这个吧，就是说担心女儿的这个真的就是，你看就是租房子，当年张莹莹。就是租房子上了这个克里斯滕森嘛，上了这个杀手的这个车，上了车，然后就给你拉到他那儿去，然后就是伤害。那您说这种你，其实我怎么办？而且还是白天，你知道？对啊。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因为我可能干这行的，所以我跟一些人打交道，他们都会说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感觉你的这个防范心特别强。那么我想的就是我在生活当中，比如有时候我在饭店吃饭哈，我就看人家那个随手把包放在那个位置，在我心里就想这个包就很危险。然后呢，我有这警觉。对，有时候我在一个小区随便走，我就在看这个窗户，我大概用几分钟就可以进去。那么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，就是我看过很多的实案，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叫危机感。那么用这个感呢，再去衡量我身边的很多人，我发现他们没有。就是很多人完全没有一丁点自我防范意识。你比如就是说那个夜行哈，就是说晚上出去，我们有时候就是迫不得已只能晚上出去，对吧？比如说我飞机就是后半夜到的，那怎么办？像那种情况，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意识到，就在这种时候，如果你要遇到点事儿，你就没机会。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比如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是后半夜到，但是我现在就后半夜到了，那我就附近找一饭店先住下，千万不要去走，尤其是进封闭的空间。你比如上车。因为那司机你是很难预料的，当然有些人就说了啊，你这个社会你都什么事儿让人家自我防范，不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警察也不可能瞪大眼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让警察全方位的监控社会所有角落。现在是这样啊，那有些那就在说了，你们把这个责任，你们应该搞好社会治安，是吧？而不是说不让我穿着超短裙凌晨3点一个人打的，对吧？但他们的意见咱们予以尊重啊，但是就说这事儿，哎，担心还是担心呐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你比如说，像您说的这个一个极端，那现在到另一个极端。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，我曾经当笑话讲过，说这个台湾有这个捡尸体的。你知道什么叫捡尸体吗？就是女生喝醉了之后被男生可能就是施暴嘛，就是趁着喝醉然后就施暴，而且甚至还变成炫耀，在这朋友圈我看一男的就扛着，这女的都这样了，都扛着这样，你看我今天晚上捡了4个，就是你这都是犯罪了，可是也都有这个情况。您说那我就挺奇怪的，就是说。那这些女孩就是说，如果我要打算算计你，我先把你灌醉，然后我把你这个伤害，那这个就算犯罪。但是他在路上遇到了，然后这个女的完全不知，当然他这种情况也算侵害。关键是他这个女的完全没有任何意思的表达，你这个事儿就很难办。就是说，这个喝酒是一种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女孩
不管到任何场合，是喝的东西不要离手，开了盖儿的不要再喝，那你就遵循这个最严格的原则。问题是醒过来之后失去记忆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到这儿了，你醒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。方舟，你可以总结，我挺不太理解的，可能我上岁数了哈，他们就喝以前不知道要这样，可能会这样吗？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说这个现在的可能整个的社会风气啊，包括什么女生也会觉得我也可以喝酒，我也可以穿得少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渲染一种大家比如说男女都是平等的，然后这个女生她越表现出活泼的一面，她就越玩得开，然后越受到称赞。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，这些女孩觉得说哎好像我们这样也没事儿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其实我觉得原来好多事情可能也发生，但是它没有爆出来。现在是包括监控啊，包括你说别人拍小视频啊，就是这种技术手段多了之后，你可能原来是这只有女孩说了这事儿才会爆出来，现在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早就有了，只是现在技术手段多了，它被爆发的比较多。我们生活的圈子我确实没见到，但是我真的记得就在前2年，就是说有一种男的打女的啊，你不知道打的那个程度。最近出了个视频，您看见了吗？大连发生的，对，那小子也给抓住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是打的是他女友或者是他老婆，你知道那真照脑袋上踢啊！你那个大家都看见了吗？最后发现他跟那女的还是无关的，根本就是陌生人，迎面就冲头。我亲眼在北京前2年，我在车上，在那个西边，就在一个胡同。我当时觉得这因为那个车唰一下就过去了，我当时真觉得不可思议。就有人呢，他就是揪着这个女的头发往这个胡同的这个墙上啊，咣这么撞啊，然后呢抓起这个女的自行车，然后啪就砸下去。我的天哪，我简直，这种男人一般都有酗酒的问题。就是你怎么？那有人制止吗？没有啊，这种情况，因为我是坐在车上，就我们看那个视频而言哈，那个视频后来我们看到很多后续报道，比如说那女孩的伤是不是很重，是吧？好像很轻的伤，那这个男的判的就很轻。我们其实看从那个视频角度上讲，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恶劣。你比如家暴啊，家暴你把你老婆打伤了，你就直接进监狱了，那就好很多嘛。说惩戒不够，我老认为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惩戒特别轻。你知道这问题复杂在哪儿吗？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女的离不开男的，她要离开男的就好办了，所以是女的求着不要他惩罚，因为惩罚了家里就没人挣钱去了。所以家庭暴力难就难在这个问题上。如果女的都独立，你看一般就是有独立的那种有地位的女性，她遇到家庭暴力，她只要不喜欢这男，她马上真能离开。为什么？她能活，这时候男的死缠烂打。但是有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，就是包括城里的这些女的，都是自己没有太强的经济能力的。对，你看，你不是那好，那说的是亲人之间。你比如刚才说生人之间这段录像，对，您那大连这个视频啊，这个视频，我认为通过看视频，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人判20年都不为过，因为你打得太重，而且那个重是随时可能丢掉命的，很任性的啊，对，就是完全是把个人的一种怒气撒在一个无端的人身上。我觉得就所以说，我就特别不理解，您就可能是我幼稚哈，就是我就是不理解，我觉得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就因为我觉得男的啊打女的，跟我想象的。他不能这么打呀！你说特别对，又不是男的跟男的打，这玩意儿往我脑袋上踹，他怎么能这么打呢？这个马爷，你说像咱们，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都常听一句话，叫“好男不跟女斗”。对呀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也就是说，岁数大的是不会打小孩的，就是我不认识你，你淘气，我也不会打你的，最多说那2句哈。这个男人不跟这个好男不跟女斗，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个男人，你不能以打女人来表现你的那个本事。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，就这种男人，第一我刚才讲了，他可能喝了酒，他完全不在正常状态下，然后他心里确实有怒气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是最重要的，这种人往往他的成长环境当中，他们家就有男人打女人的问题，他是看着长大的，所以呢，他有时一有怒气，他也就马上会打，他就觉得女人就该打。我认为就这些所有醉酒的人呢，他也是个欺软怕硬，因为是个女的。那要是一个警察，我就不信他打他。对，他那时候酒还醒了呢。我告诉你，看见警察醒了。对，他肯定的，他就是从内心，他就是
潜意识就是以强凌弱，就是这么一个事儿。而且我看那新闻报道，他是情感受挫了之后，他就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。他可能就是说，觉得女的都不是好东西，所以他可能就会。你过来一女警察，你看他敢打。马爷说这特别对。其实一般我们有一句话叫“这酒壮的是什么人打？怂人打。”对，怂人打。对，这种人如果不喝酒，他的那个胆量最多就回家欺负他们家女人。他在外面是不敢跟人打架的，然后他喝点酒，这算有本事了。有本事他在找人打的时候，他仍然打的是弱者。所以就是这种人，他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个怂人。对，我以前也说过，家庭暴力很多在家里打老婆的人，往往都是从小就被女人堆包大的，就是女的照顾他特别多。所以呢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就对这些女性，第一看不起，第二呢就是好欺负。但如果他身边都是男人，他不敢这样。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一个就是来者不善的哈，你一定要有一个鉴别。如果你一看周围没有任何呼应你的人，你这时候你就不要跟他去愣对，就是先顺着他，甚至跟他说好话，套近乎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看他手里有凶器，你要特别小心。就这两种情况你都要特别小心。但是如果你一看这个人就是有点摇摇晃晃站不准，过来就是摸你一下撞你一下抢你东西，你这种情况就照着他直接给他2拳撒腿就跑就行。也就是说这个你要根据情况，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就比如说这个半夜走夜路，首先看来孤身女性就要防止这种情况，对吧？我建议就是说，真的是我也同意王教授那观点，就是说女性吧，你要有一种意识，就是说你是毕竟是孤弱的，你从体力上就抗不过一些事情，所以你要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必须晚上要出去，要么就约朋友，要么就让家人接你，要么你就就近先找一地方，然后等到天亮了再回去。不要这个太，因为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话咱没说完，就是最近我看那个网上有一段那个讲这个无人区，穿越无人区，然后最后被罚款嘛。后来这个他们走出来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没事，我们从新疆过那边没拦，结果后来人家专门介绍说在这无人区它是一个放生就是养生区，就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，你碰到一头狼可能不一定理你，但碰一个棕熊你就没命了。所以我们人走在社会当中就是这样，不是所有人都是犯罪人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很不幸碰到一犯罪人，你就没机会了。所以你不要要求别人该怎么救你，最重要是你自己要有防范意识。对，有些人我就觉得那个你要不给别人造成这样，对，你们应该把社会环境搞好，那让我不能走夜路。我觉得说这种话的都是说便宜话。就是说你要就是我们讲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就是不要说女孩走夜路啊，就做男人，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走夜路很多，那时候也没有摄像，尤其北京的胡同特长啊，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后面要跟着一人，甭管男女，就你恨不得在后头，反正你不愿意在人前头。那走呢，后面如果有人，我就会加快速度，就是我一定要判断他那个声音跟我是逐渐远的，而不是逐渐近的。他如果逐渐近，我就会依照一个什么电线杆子，我赶紧转身，我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在后面人拿一个板砖，手里拿个板砖追着你，你还在前头跑，那肯定不行，那你就正面嘛。你像这个，别说这个女性了，男的也害怕。就原来我住那附近的一个男的，打着电话往前走，后边梆就一砖头一拍，把包抢走了。你说这个赖谁，对吧？所以后来我就讲，打电话如果是夜里晚上一个人，你就先站住，靠着墙，你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眼睛能看到视线，打完再往前走。否则你在打的时候，你注意力全在手机上，后边过来的人你根本不知道。那么像这种，你一旦那人就是啊，春节在医院里住了10多天啊，脑袋被开花缝了10多针啊，很惨。所以我讲这个不是说那个，就是说把治安搞好了，女性可以随便上街，不是这个。因为其实防范意识还不光是这个问题，就是防范意识，就是说你要明白，在社会当中，这个犯罪人他出现的点是不确定的。如果他犯罪人脑袋上都写字儿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有人你就说一个干到董事长的这种人还能干这种不耻的事儿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要明白，在社会当中就像森林当中一样，它会有狼出现，因此你要小心为上。如果你对蛇对狼有一定经验，你好办；你一点经验都没有，你还无知无畏往里闯，这就非常危险。三体那个黑暗森林理论是吧？不要成为目标，因为你不知道树林子里有藏着什么？说美国什么到处都是活雷锋啊什么的，说那你说美国人仍然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，但是与此同时，我们也经常听到美国有这个陌生人把你给干掉。不是，那当然你从这个比例上讲，这个概率是很低的，因为美国社会的环境，就我们出去啊，基本上在我走的这个范围之内，压力都是比较轻的。压力大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
我有一回在美国的底特律呢，误入了一个什么区，那区比较害怕，尤其那天又是晚上了啊，所有的电线杆子、犄角旮旯都是那个无所事事的人站在那儿啊。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我必须要那个车都不敢停，就赶紧溜出去。你在车上都开始恐惧。这是在美国，还有一次在法国，也是进入了一个什么区，就是从来没有，而且那个司机还跟我说咱们穿那个什么区行吗？因为我不懂嘛，我说行啊，穿哪儿还不一样吗？堂堂大法国，一进了那个区，我就觉得这个停车都是危险。那这种时候你肯定要警惕，但是大部分时间还都是阳光明媚的，每个人都很和谐，再加上这个杀张莹颖的这个犯罪嫌疑人，他不是好多材料说他还是彬彬有礼的，他不是那种你能够识破的，他不会。您说像他这个克里斯汀，他这种人是个什么人呢？就是以前我谈到过，他实际上是已经有这个打算了，他有这个打算，那谁碰他谁就倒霉。对。所以就还是就是我刚才讲，社会生活当中谁都不在脑袋上说我要干什么坏事儿，但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着都是一样的，甚至有些坏人还笑眯眯的，还甚至穿的那样子，你感觉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好人，对吧？他为什么会有这种